我的山與海定檔2026，譚松韻領銜，山海之間的治癒奔赴。當現實題材逐漸被懸浮敘事、獵奇設定擠壓生存空間時，我的山與海的出現，像是一股逆流而上的溫熱氣息。它不急着制造衝突，不刻意放大痛苦，而是選擇把鏡頭對準普通人真實存在的疲憊、猶疑與前行。近日，現實治癒劇《我的山與海》正式官宣定檔2026年，並確認由優酷全網獨播。官宣當日，電視劇《我的山與海》話題迅速登上熱榜，1小時內閱讀量突破8000萬，討論聲量持續攀升，成為2026年度最受期待的現實題材劇集之一。這並不是一部靠噱頭取勝的作品，它的熱度來自於觀眾對被理解的渴望，也來自於一個名字的出現——譚松韻。從耿耿到山海之間，譚松韻的治癒型進階。提到譚松韻，觀眾腦海中浮現的從來不是鋒芒畢露的角色標籤，而是一種極具親和力的陪伴感。從最好的我們中青澀卻堅韌的耿耿，到以家人之名裡溫柔包容的李尖尖，再到近年來不斷向現實主義題材靠攏的角色選擇，譚松韻始終站在普通觀眾的情緒半徑之內。我的山與海中，她飾演的女主角不再是青春校園裡的少女，而是一個在都市中打拼，在理想與現實夾縫中前行的成年人。她身上有職場壓力，有對未來的迷茫，也有來自原生家庭與故鄉情感的牽引。從目前釋出的物料來看，譚松韻並沒有刻意強化成長的痛感，而是用一貫細膩克制的表演方式，讓角色的情緒自然流淌。一個眼神的停頓，一次欲言又止的微笑，足以讓觀眾產生共鳴。這種不喧嘩的演技，恰恰是治癒劇最需要的底色。都市與山海的雙線敘事，現實與理想的往返奔赴。我的山與海最具辨識度的設定，在於它並沒有簡單的把都市與鄉村對立起來。劇集採用雙重敘事結構，一條線是都市生活，高強度的工作節奏，不斷內捲的職場環境，對成功標準的隱形規訓；另一條線則回到山海之間，那是女主角的故鄉，也是她情感與精神的起點。山海並非逃避現實的烏托邦，而是一個承載記憶、修復關係、重新理解自我的空間。劇中，女主角在兩種生活狀態之間不斷往返。她不是簡單的回鄉躺平，也不是執意在城市裡耗盡自己，而是在不斷選擇中，逐漸釐清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形態。這種處理方式，極大程度避免了現實題材常見的說教感，也讓治癒不流於表面。現實共鳴的核心命題：我們為什麼如此疲憊？我的山與海之所以在未播之前就引發強烈關注，根本原因在於它精準擊中了當下觀眾的情緒痛點。劇中反覆出現的關鍵詞：職場焦慮、原生家庭、故鄉情結、自我認同，幾乎構成了當代年輕人精神世界的完整拼圖。在城市裡，我們被要求不斷證明自己的價值；在故鄉，我們又被期待成為別人眼中的成功者。前進與回望之間，很多人找不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位置。我的山與海並沒有給出標準答案，而是選擇陪觀眾一起把這些問題慢慢攤開。他承認迷茫的存在，也尊重成長的遲緩，讓普通人的掙扎成為值得被認真書寫的故事。群像塑造與煙火氣，現實劇的真正質感來源。除了譚松韻的核心角色外，我的山與海在配角選擇上同樣用心。董卿、希望等實力派演員的加盟，為劇集提供了穩定而扎實的表演基礎。他們飾演的並非工具人式的陪襯角色，而是有着各自生活軌跡與情感邏輯的普通人。有人選擇留在家鄉，有人執意闖蕩城市，有人在穩定中感到不甘，
有人於變動中尋找安全感。這些角色共同構成了一幅真實而立體的生活群像，也讓治癒不再停留在主角身上，而是擴散至整個敘事空間。5. 視覺語言與主題表達，海報裡的隱喻力量。從已發布的概念海報來看，我的山與海在視覺層面同樣保持克制而精準的表達。都市建築的冷色調與山海自然景象的廣闊線條相互交織，形成一種既對立又共生的關係。這種設計直觀傳遞出劇集的核心主題，不是逃離，而是往返；不是割裂，而是連接。在《愛與奔赴》裡，書寫無限遼闊篇章並非一句空洞的口號，而是貫穿整部劇的情感邏輯。6. 治癒劇的當下價值，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溫柔的故事？在高強度信息轟炸的時代，觀眾並不缺刺激，卻越來越缺乏被真正安撫的空間。我的山與海的出現，正好填補了這一情緒空缺。它不制造極端衝突，不販賣痛苦，也不把成功當作唯一終點，而是用細水長流的方式告訴觀眾，慢一點也沒有錯，普通一點同樣值得。業內普遍預測，這將是一部適合全年齡層觀看的現實治癒劇，也是2026年最有可能實現口碑破圈的作品之一。結語：山海遼闊，步履不停。我的山與海或許不會成為一部話題最炸裂的劇，但它很可能成為一部被反覆想起、被長久記住的作品。在都市與山海之間，在奔赴與回望之中，他試圖為每一個正在路上的普通人留下一點溫度，一點力量。山海遼闊，步履不停，而我們仍在前行。2. 打破娃娃臉只能演少女偏見，譚松韻個人資料寫滿實力派的進階路。在人均凍齡的娛樂圈，譚松韻絕對是把童顏 buff 焊在臉上的存在。34歲演17歲高中生，毫無違和感，圓臉小鹿演笑起來甜到心坎，誰看了不喊一句國民甜妹天花板？但扒完她的個人資料才發現，這張甜妹臉的背後藏着比劇本還戳人的堅韌與清醒。從蘆洲小城姑娘到收視女王，她的逆襲從來不是靠顏值。譚松韻1990年5月31日出生於四川蘆洲叙永縣，典型的川渝姑娘，骨子裡藏着溫柔與韌勁。2005年，15歲的她因參演《好好過日子》踏入演藝圈。童星出道的她，早年在後宮《甄嬛傳》中飾演天真爛漫的純兒，一句皇後娘娘，蟲兒要吃糕點圈粉無數，也讓觀眾記住了這個靈氣十足的小姑娘。2011年，她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，系統學習演技，為後續的演藝之路打下堅實基礎。真正讓譚松韻爆紅的是2016年的《最好的我們》，她飾演的耿耿，紮着高馬尾，穿着校服，把青春期少女的懵懂、倔強與溫柔演得活靈活現，和劉昊然組成的耿耿於懷 CP， 成為國產青春劇的白月光。豆瓣評分高達 8.9， 至今仍是無數觀眾的青春回憶殺。此後，他一路開掛《錦衣之下》中鬼馬機靈的捕快袁今夏和任嘉倫的互動甜到齁，演技封神以家人之名裡的小太陽李尖尖，用治癒的笑容溫暖了整個家庭，哭戲更是共情力拉滿，讓觀眾跟着落淚。向風而航中飒爽的飛行員程瀟，打破甜妹標籤，演繹職場女性的成長與堅守。再見，李可樂裡的李妍，把父女情演得細膩動人，票房口碑雙豐收。很多人以為譚松韻是資源咖，但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腳踏實地。圈內人都知道她有個3本筆記工作法，接一個角色就寫人物小傳，查背景資料，記表演心得，連角色小時候愛玩什麼玩具都要腦補清楚。演以家人之名前，他特意去學木雕，拍《向風而航》時提前接受飛行員培訓，模擬艙訓練到凌晨，
為了貼合我和我的命中方婉之的年齡跨度，她剪短髮，穿粗布工裝，近乎素顏出鏡，5個尺碼的戲服換着穿，徹底拋棄偶像包袱。更讓人佩服的是她的人生態度。2019年，母親意外離世，譚松韻陷入人生低谷，黑粉惡意攻擊，造謠賣慘。她沒有賣慘博同情，而是擦乾眼淚，用作品說話。在法庭上播放母親生前的錄音，要拍戲注意身體，用法律捍衛尊嚴。那段時間，她微博掉粉幾十萬，卻依舊低調拍戲，把所有情緒藏在角色裡，用李尖尖、程瀟等角色治癒觀眾，也治癒自己。如今的譚松韻不簽約公司，不炒 CP， 不搞營銷，除了宣傳作品幾乎神隱，社交平台分享的都是日常美食、風景，活成了內娛最清醒的樣子。她打破了娃娃臉只能演少女的偏見，從古裝甜妹到職場精英，從青春少女到中年女性，每一個角色都有血有肉。她用實力證明，演員的底氣從來不是顏值，而是對角色的敬畏與對表演的熱愛。從蘆洲小城到內娛頂流，從童星到實力派青衣，譚松韻用18年時間，把甜妹標籤活成了實力代名詞。她的個人資料裡沒有驚天動地的背景，只有一步一個腳印的努力；沒有完美無瑕的人設，只有真實坦蕩的靈魂。這樣的譚松韻，活該被觀眾偏愛，也活該紅到現在。